去往朝歌的路程大概有7、8天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到达朝歌时，我已经很疲惫了。来时送我的随从和家眷把我送到后都纷纷离开，我第一次感觉到很孤单。我被安排在了一个简易的院子里，每天上私塾、喂马，偶尔和看守我的侍卫做着无聊的游戏。在这里的日子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1个月，和往常一样，又是平常的一天。晚上我吃完饭准备喂马的时候，突然侍卫告诉我要搬家。我不紧不慢地收拾好行李，跟着侍卫来到了新的住处。我见到了新的小伙伴，他们都是来自各个诸侯国的质子，大家来自四面八方，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也有人和我差不多大。最先安排在一起见面的就是东南西北4大伯侯的质子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，我和江门焕还有鄂顺都是差不多一起来的。我们3个见面的时候聊得很开心，只有北伯侯的质子崇英彪在一旁不冷不热地看着我。我心想，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慢热吧，而且他来的那么早，也算是我们的大哥吧。第2天，一个将军来到我们的住处，给大家开了个会，告诉我们，你们之前的身份是质子，可现在除了质子这个身份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你们即将成为一名战士。战士！我听见这2个字的时候，兴奋得要跳起来了。本以为我要当一个弼马温的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改变了。可是我也能看见其他的伙伴，他们的反应都不太一样。有的人也是像我一样高兴，有的人表情很平静，也有的人就没那么高兴了，可能他们不想成为战士吧。给我们训话的人高大威猛，有着深邃的眼眸，高高的鼻子，声音浑厚，平静的脸上却有着肃杀之气。我被这个人身上独特的气质所深深吸引，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。晚上吃饭时，我和吕公望一起聊天，他是我的下属百夫长之一，他呢是比我要早来的，因为我刚来，有很多不懂的他都会告诉我。他说今天给我们训话的就是商王的2儿子殷寿。原来我一直想见到的人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我听完之后很激动，仔细回想白天他说话的样子，怨不得我会被这个人吸引，果然不一样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天上有2只大鸟，一只是代表西岐的凤鸟，一只是秃了毛的大雕。这2只鸟在打架，我在下面看着可着急了。我不想凤鸟被打败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殷寿突然出现了，他在箭囊里果断地拔出了一支箭，一箭就射下了那只秃毛的大雕。那只鸟好大，掉在地上，地都砸出了个大坑。殷寿走到我面前，沉稳地对我说：“你也可以的，我和你一样。”突然，我的梦醒了，我这梦还没做够呢。我就一直在想，他说我和你一样，什么一样？我一直搞不懂。还没等我睡回笼觉，就有人叫我们起床了。那时天还没有完全亮，我们穿衣服，迅速在庭院里集合。我算是动作快的，还有一些伙伴比较懒散，慢悠悠的就出来了，可能是还不习惯现在的生活节奏吧。教官大声训斥道：“这是第1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”随着教官的训斥声，公鸡也上班了，一声鸡鸣鸣响了我的第1次训练。我们穿上了厚厚的纱衣，这可不是女人穿的薄纱的纱，是往衣服里塞进沙子给我们加重用的。我们跑了大概8里路，有的人坚持不住，被落下了很远，我却一直往前冲。我也很累，第1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，咬一咬牙，马上就能挺过去了。那一天，我在第1大部队里完成了训练。回去吃早饭时，大家都无精打采的，紧接着都换完衣服，准备去上文化课。不光是武艺，其他的技能也不能落下。
早上跑完步，上午的私塾课，大家都困得不行，只有江门焕在那儿瞪着个大眼睛硬撑着。下午依然是武艺训练，我的第一天练习竟然是杀生，我们每人面前一只鸡。殷寿那天也来了，他说想成为战士，这就是你们的必修课，而且是最基础的。有的人竟然吓晕过去了，我心想，如果上了战场，要是连这都害怕，我还得尿裤子了。唉，其实杀鸡呢，我心里也是有一点点抵触的，毕竟我从来没有杀过生。但是，是殷寿让我做的，指定没有错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就把我眼前的这只鸡给杀了。还有几个人没有下去手，果不其然，又被发配过去做弼马温了。殷寿说，如果连只鸡都不敢杀，上了战场，你会信任他？你会想和这样的人做战友？如果连这种狠劲儿都没有，那你就不配做一名战士。我深深地记在了心中。记得那天晚上回去，我腰酸背疼，我想，这才只是早上跑了个步，以后估计会更累啊。但是为了成为一名战士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最后一段语音很遗憾找不到了，后面发生的故事就是我们经过了长期的训练，大家成为了质子旅这支精锐部队中的一员。质子旅中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兄弟，也是可以生死与共的战友。与子同责，与子同袍。日子在汗水和信念中匆匆流逝，那一天终于来了。到了要上战场的那一天，在离开朝歌的马背上，我握着腰间的玉环，想念家乡的同时，又向往着未来。随着北伐的征程，天气越来越冷，我们互相打气，在远征的路上高歌：披坚执锐，当发四方，修我毛戈，着笔豺狼。以我剑戟，踏壁蛮荒，与子偕行，征途漫长，与子同责。大家都做足了心理建设，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战场。我紧张又期待。紧接着，影片的第一幕开始了——冀州城之战。我是西伯侯姬昌之子姬发。